欢迎回到爱旅游频道。你是否曾梦想过在广袤的草原上策马奔腾，或是在星空下享受篝火晚会的欢乐？中国的草原风光堪称世界一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探索中国10大最美草原的奇妙之旅吧。从内蒙古的辽阔草甸到青藏高原的高山牧场，每一处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在等待我们去发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段充满惊喜和感动的草原之旅。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您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中国10大最美草原，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乌兰布统草原。乌兰布统草原，一片神奇而壮美的土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南部，曾是清朝皇家木兰围场的一部分。乌兰布统在蒙语中译为红色的弹形山，指的是景区内的大小红山。这片草原地处塞罕坝北麓，地理位置优越。它东与红山子乡相邻，南与河北省围场接壤，西北与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和克旗浩来湖热乡交界。从北京、承德、赤峰等地到此交通便利，使其成为备受青睐的旅游胜地。乌兰布统景区自然资源丰富多样，这里有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湖泊、绵延的沙地、湿润的湿地以及茂密的林地。随处可见的林木花卉和野生动物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同时，这里还保存着浓郁的蒙古民族风情、古老的战场遗址以及独具特色的旅游商品，是开展文化旅游、民俗旅游、宗教旅游和产业观光旅游的理想之地。地理环境上，乌兰布统景区地貌复杂多样。这里地处内蒙古高原大兴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的交汇处，是多种地貌单元的交错地带。景区东部和中部山脉绵延起伏，西北部则多见沙丘。最高海拔达169米，最低处为412米，平均海拔640米。景区北侧的乌兰布统峰孤峰矗立，由赭色玄武岩构成，周围地势开阔，气势恢宏。这里的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大面积的原始次生林、各种乔灌木以及林地草本植物随处可见。云杉、白桦、贝加尔针茅、羊草等是当地的主要植物群种。此外，还有许多珍稀药用植物，如金莲花、赤芍、防风、柴胡、黄芪等，素有一步踏三草，草草皆是药的美誉。动物资源同样丰富多样，这里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其中不乏国家1级保护鸟类如大天鹅、大宝，以及2级保护鸟类如梭羽鹤、灰鹤等。此外还有马鹿、狍子等食草动物，以及草原沙蜥、蝮蛇等爬行动物。乌兰布统景区内景点众多，各具特色。将军狍子古战场最为有名，据说是康熙皇帝亲征击溃噶尔丹叛军的地方。12座连营、铜国纲墓等历史遗迹，让人仿佛回到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五彩山、象群山、喇嘛山等自然景观，让游客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公主湖、盘龙峡谷、蘑菇狍子等水景，则为这片草原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柔美。这里还是众多影视作品的外景拍摄地，康熙王朝、汉武大帝、还珠格格等60多部影片都曾在此取景，为这片草原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近年来，乌兰布统景区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旅游活动，摄影展、帐篷节、马文化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旅游资源，
也为推广乌兰布统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想要前往乌兰布统的游客，夏秋两季是最佳选择。夏季草原绿意盎然，百花争艳，秋季则是一片金黄，是摄影的黄金时节。但无论何时前往，都要注意草原早晚温差较大，需要携带足够的保暖衣物。此外，如果计划骑马，最好穿长裤以保护皮肤。交通方面，可以选择先到赤峰，再转乘长途汽车到克奇金彭镇，最后乘车前往乌兰布统景区。自驾游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从锡林郭勒蒙多伦、河北省围场或赤峰市等地出发。乌兰布统草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无论是想要亲近自然，还是想要探索历史，亦或只是想要远离喧嚣，寻找内心的宁静，乌兰布统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在这里，你可以感受草原的辽阔，体验蒙古族的热情好客，聆听历史的回响，留下难忘的回忆。2. 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一片神奇而壮美的土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地处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高原上。这片广袤的草原因呼伦湖、贝尔湖而得名，东西宽约350公里，南北长约300公里，总面积约11.3万平方公里。作为世界4大草原之一，呼伦贝尔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这里不仅是著名的天然牧场，更是众多古代文明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东胡、匈奴、鲜卑、士维、回纥、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曾在此繁衍生息，被史学界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摇篮，在世界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呼伦贝尔草原的地理环境独特，总体地势东高西低，海拔在650至700米之间。这里四季分明，被誉为世界美丽的花园。年平均温度在0摄氏度左右，无霜期85至155天，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年降水量在250至350毫米左右。300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500多个湖泊星罗棋布，构成了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这片草原是一个生态多样性的天堂，这里有120多种营养丰富的牧草，如剪草、针毛、苜蓿、冰草等，被称为牧草王国。草原植物资源约1000余种，隶属100个科450属。同时，它也是一片未受污染的绿色净土，出产的肉、奶、皮、毛等畜产品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呼伦贝尔草原的美丽风光四季各异。春天，草原上野花盛开，五彩缤纷，如同一块漂亮的地毯披在大地上。夏天，这里成为避暑度假的圣地，蓝天白云下，碧草绿浪起伏，牛羊成群，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秋天，草原变成了一片金黄的世界，成熟的野果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草香。冬天，大雪纷飞，银装素裹，整个世界仿佛被笼罩在一片纯净的白色中。这里不仅自然风光迷人，还保留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祭敖包仪式、摔跤比赛、射箭等传统活动，至今仍在这片草原上延续。鄂温克族的沃日切舞和鄂伦春族的吕日格人舞蹈，展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魅力。此外，草原上还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如呼伦和贝尔的爱情传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然而，近年来呼伦贝尔草原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挑战，气候异常、过度放牧和工业开发等因素
导致草原退化和沙化加剧。据统计，21世纪初，呼伦贝尔草原以每年 2% 的速度退化，而草原建设速度每年仅为 0.2%。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地政府和居民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草原，当地政府和居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启动了张子松行动，通过种植适应性强的树种来控制沙化，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努力在工业化进程中兼顾生态保护。对于想要领略呼伦贝尔草原魅力的游客来说，最佳旅游时间是5月中旬至9月中旬。游客可以选择乘坐飞机到呼伦贝尔东山国际机场或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也可以乘坐火车或长途汽车到达。在游览过程中，游客需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如进入蒙古包时的礼仪、与牧民交流时的禁忌等。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草原环境，不要破坏植被或惊扰野生动物。呼伦贝尔草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其壮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它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呵护的生态瑰宝。在欣赏其美丽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这片草原，使其能够永续传承，让子孙后代也能领略到这片绿色净土的魅力。3. 喀拉峻草原。喀拉峻草原，一片神奇而壮美的土地，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的特克斯县境内，是西天山向伊犁河谷的过渡地带。这片广袤的草原属典型的高山五花草甸天然大草原，海拔在1305至3957米之间，东西长89公里，南北宽32公里，总面积达2848平方公里。喀拉峻草原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这里降水丰富，气候凉爽，土质肥厚，十分适宜牧草的生长。草原上生长着上百种优质牧草，其中大多是优质的禾本科、豆科、菊科植物。牧草的覆盖率高达90%至100%，草层高度达65至100厘米，产草量和宰出量在伊犁地区均是名列前茅。这片草原不仅面积广大，而且草质优秀。上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和官员到此考察后，评定这里是世界上少有的第一流天然草场。每年夏季，约有30万头大小牲畜来此度夏，充分体现了喀拉峻草原作为优质天然牧场的重要地位。喀拉峻草原不仅是牧业的宝地，也是旅游的胜地。这里的景点众多，风景各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草原主要分为东喀拉峻和西喀拉峻2个景区。西喀拉峻景区以连绵起伏的丘陵式景观为主，主要景点包括望雨台、汉塔栖息地、两仪台、叠浪谷、石泉、印马湾和一棵树等。其中，叠浪谷是典型的丘陵草原，夏季时绿意层叠，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景点如两仪台、叠浪谷和石泉距离区间车停靠点还有一段距离，需要从停车点徒步约半小时到达，或者乘坐当地人的摩托车，大约50元左右。东喀拉峻位于草原深处，是整个草原的精华区域。这里最著名的景点有五花草甸、鲜花台、库尔代森林大峡谷、3G1平面观景台和猎鹰台观景点。这些景点既有雪山、草原风光，也有森林峡谷等，景色多样，非常优美。其中，五花草甸和鲜花台是最为精彩的景点，一处是五彩野花遍布的开阔草甸，一处可以拍摄草原背后的雪山，是景区内不容错过的精华。同样，这些景点距离观光车的停车点都有一定距离，游客可以选择徒步0.5至1小时左右到达，
或乘坐摩托车前往，费用大约50元。对于想要深入体验草原风情的游客，喀拉峻草原提供了独特的住宿体验。许多游客选择在草原上的牧民毡房住宿一晚，虽然条件一般，但很有哈萨克族的特色。住宿一晚大约每人50元，可以提前联系预定。老板通常会开车或骑摩托车前往示意展示中心处接住客，接到住宿地不会收费，但第二天送出时可能会收费10至20元左右，建议在预定时提前说清楚。在饮食方面，游客可以在住宿的牧民家里品尝到揪面片、拌面、鲍尔萨克等少数民族特色食品。这些美食不仅价格实惠，还能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饮食文化。进入景区前，建议自备一些干粮和饮用水，以便游玩过程中用餐。前往喀拉峻草原的交通方式也很多样，许多游客选择从乌鲁木齐开始包车走伊犁环线，将伊犁河谷内的赛里木湖、巴音布鲁克草原、昭苏草原、特克斯、那拉提草原等景点一并游玩，这是游玩伊犁最经典的方式。常规线路最短需要7天左右，旺季包小车的价格约为每车每天1000元左右。另一种选择是乘坐班车到达特克斯县城后，在特克斯县汽车东站乘坐景区专线前往，一般仅在旺季运营。专线车可至达布拉克门票站，车票约35元。淡季时可以在特克斯县城雇车前来，小车当天往返约400元每辆。喀拉峻草原的门票为80元，包括东西喀拉峻景区。观光车往返票价为90元，单程45元。70周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 1.3 米以下儿童免门票及观光车票， 1.3 米以上的未成年人门票及观光车票半价。成年学生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包括国外及港澳台学生，凭身份证和学生证门票8折。景区全天开放，区间车运营时间约为每天8点至20点。这片神奇的草原不仅有着壮美的自然风光，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据传，哈萨克人对这片草原有汉家医疗的说法，以为国王的下牧场。另一种说法是，汉代表草原的等级，冠以御用的草原。相传，乌孙王曾把这片水草丰茂的草原作为下牧场，为这片草原赋予了更多的神秘色彩。喀拉峻草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其壮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质的牧场资源，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专家。它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一个生态宝库。在欣赏其美丽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这片草原，使其能够永续传承，让子孙后代也能领略到这片天然牧场的魅力。4. 坝上草原。坝上草原是一片神奇而壮美的土地，位于北京北部内蒙古高原最南端的区域。它包括张家口坝上的张北、上义、康保、孤原4县，以及承德坝上的丰宁、维昌2县，总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这片广袤的草原位于内蒙古高原的最东南端，大兴安岭的南部是内蒙古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坝上草原的地形以山地和梯田为主，平均海拔在1500至2100米之间。这里气候独特，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寒冷多风，干旱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年均气温仅1至2摄氏度，无霜期90至120天，年降水量约400毫米。尽管气候严酷，但这里的生态环境却异常丰富多样。草原上生长着各种类型的植被，典型的干旱型草原，当地人称之为草滩，以旱禾草为主，草层高度为15至40厘米。草甸草原则是草原中最好的一类，主要由多年生草本植物组成，高度约30至60厘米，各种野花点缀其间。
此外，坝上还有大片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围场色罕坝一带、孤原东南部和丰宁岩坝一带。天然林以白桦、山杨、杏林为主，灌木林有白榆、小红柳、沙棘柳、宁条等。坝上草原的水资源也十分丰富，这里的河流多为内流河，虽然季节性强，但形成了众多的闹湖泊。最大的外流河是滦河，发源于丰宁，流经孤原时称闪电河。坝上还有许多天然闹和水库，如上邑的察汉闹、张北的安库里闹、黄盖闹、孤原的闪电河水库、丰宁的湿地、围场的月亮湖、将军泡子等。这些水域不仅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周围的湿地也为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坝上草原的美景四季分明，春季万物复苏，皑皑白雪尚未完全融化；夏季草原上绿意盎然，繁花似锦；秋季层林尽染，漫山遍野的红叶一金流丹；冬季银装素裹，一片银白世界。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光。这片草原上分布着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景点。除了自然景观，坝上草原还保留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这里是多个民族的聚居地，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习俗。坝上人的传统饮食以油面、土豆为主，蒙满族则以奶食、肉类为主。特色美食包括手把肉、烤全羊、涮羊肉等。在服饰方面，虽然现代服饰已经普及，但传统的蒙古袍仍然可以在一些老年人身上看到。坝上草原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一个生态宝库。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加剧，这片草原也面临着生态压力。如何在发展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地政府和居民面临的重要课题。无论如何，坝上草原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让人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类文明的深远历史。5. 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风景如画，壮丽迷人。这片广袤的草原被雪山环抱，形成了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画卷。草原上水草丰盛，绿意盎然，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天鹅湖是草原上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作为亚洲最大、中国唯一的天鹅自然保护区，这里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湖区总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由无数条曲曲弯弯的大小湖泊组成。每年，成千上万只大天鹅、小天鹅和疣鼻天鹅在此繁衍栖息，为草原增添了灵动之美。游客可以在观鸟台上欣赏这些优雅的生灵，观察它们在湖面上嬉戏觅食的情景。九曲18湾景区是另一处不容错过的美景。蜿蜒在草原上的开都河形成了这一独特的地貌景观。河水清澈见底，在平坦辽阔的草原上蜿蜒曲折，宛如一条蓝色的丝带。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河道的曲折之美，欣赏草原与河流交织成的壮丽画卷。巴音布鲁克草原还以其绚丽的野花海闻名。在雨水丰沛的季节，草原上繁花似锦，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天然花园。紫色的野忘忧草、黄色的金莲花、红色的野罂粟等各色野花点缀在绿色的草地上，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这片花海面积广大，每一处都有不同的特色，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创作素材。魁克乌苏石林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石林区海拔3500米，长9公里，宽5公里，相对高度30米。
这里的岩石经过长期风化和侵蚀，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奇特景观。有的石柱像欧洲古堡，肃穆森严；有的四出鞘宝剑，直插云霄；还有的形似行人走兽，栩栩如生。游客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石头世界。浩腾萨拉瀑布是草原上的另一处绝景。瀑布位于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从30米高的断崖飞流直下，水花四溅，声如雷鸣，在高原上形成了一道壮观的雪山银链。瀑布顶宽6至7米，底宽15米，气势磅礴。周围的峡谷风光同样令人赞叹，山高谷深，云雾缭绕，增添了几分神秘感。除了自然风光，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图尔扈特民俗文化村是一个大型的蒙古族建筑群，展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图尔扈特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参与各种民俗活动，如祭祀仪式、抢亲仪式和篝火晚会等。巴润库热是一座独特的移动庙宇，体现了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这座庙宇是图尔扈特东归时携带的7座移动庙宇中唯一存世的一座，见证了草原民族的信仰和历史。虽然现在已经固定下来，但它依然保留了草原文化的精髓。每年举行的那达慕大会和东归那达慕艺术节为草原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游客可以观赏精彩的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竞技项目，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也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草原文化的机会。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美不仅在于其壮丽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一部分，它见证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记录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无论是自然爱好者、文化探索者还是普通游客，都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体验。6. 祁连山草原。祁连山草原是中国最美丽的草原之一，以其壮观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态系统而闻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大马营草原，它位于胭脂山和祁连山之间的盆地中。每年7、8月间，这里呈现出一幅独特的画面，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依旧银装素裹，而草原上却碧波万顷，马、牛、羊群点缀其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马营草原地形平坦，水草丰美，是远东第一大牧场山丹军马场的所在地。微风拂过，青草摇曳，让人不禁产生返璞归真、如入梦境的感觉。这片草原不仅是自然美景的代表，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祁连山的名字源自古代匈奴语，意为天之山。至今，游牧在此的匈奴人后裔姚敖尔人仍称之为腾格里大阪，同样意为天之山。在祁连山下，还有一片更为丰美的草原夏日塔拉，也称黄城滩、黄城滩、大草滩。这里曾是匈奴王、回鹘人和元代蒙古王阔端汗的墓地。夏日塔拉四季分明，风调雨顺，被藏族史诗《格萨尔》誉为黄金莲花草原。姚敖尔人和蒙古人则称之为黄金牧场，足见其肥美程度。祁连山的夏日塔拉草原东边是围绕胭脂山的大马营滩。胭脂山气候温暖，森林密布，山岗上盛开着银白色的哈日嘎纳花，山下的川地草原一望无际。夏日塔拉东边的肃南域古族自治县西藏东藏草原，每到夏季就开满了金色的哈日嘎纳花，整个草原一片金黄。温情厚道的姚敖尔牧人驮着自己的帐篷，赶着畜群，在这金色花海中游荡，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
祁连山的原始森林景区同样风光迷人，这里有 15.7 万公顷、200多万立方米的森林资源，是青海省较大的林区之一。云杉、圆柏、杨树等林木以及边麻、黑刺、山柳等灌木构成了一片绿色海洋。在密林雪岭之中，还有许多野生鹿群或奔跑或徘徊，增添了几分野趣。祁连山的地貌多样，河谷和洼地海拔平均3000多米，而高山顶则在4000至5000米之上。山峰气势雄伟，被形容为石骨峥嵘，鸟道盘错。由冰雪和石头凝成的奇形怪状、棱角分明的山脉，宛如巨斧劈雕一般。高山上终年积雪形成的宽阔硕长的冰川，更是雪山的一绝。这些冰川如同披挂在雪山众神身上的洁白哈达，千姿百态，或如白虎藏匿，或如银蛇盘绕。在阳光下，它们闪耀如钻石；在霞光中，则呈现出难以描摹的瑰丽色彩。祁连山水资源丰富，众多河流源于此。河谷洼地一带，野生的柳树、杨树和刺槐呈现出古老、苍劲而又扭曲的姿态。其中，八宝河静静流淌，为这片壮美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灵动。祁连山草原的美不仅在于其自然景观，更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生态系统。它是中国最美6大草原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草原。无论是巍峨的雪峰，还是广袤的草原，都让人流连忘返。特别是夏季的祁连山，云雾缭绕，如诗如画，与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的大草原和成群的牛羊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高原草原风光，让每个到访者都深深陶醉其中。7若尔盖草原。若尔盖草原是四川省最大的草原，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这片草原海拔3500米左右，属典型的丘状高原，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功能区。它被誉为中华水塔，因为对黄河水源的贡献超过30%。若尔盖草原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花湖，这个天然海子水面300余亩，夏季石湖中水草盛开，芳香四溢，因此得名。湖中和周围沼泽地栖息着众多水禽，为游客提供了绝佳的观鸟机会。黄河9曲第一湾是另一处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位于唐克乡境内，这里黄河与白河汇合，形成了独特的 U 型弯道。河水清澈，鱼群游弋其中，周围的草原风光与之相映成趣，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热尔草原又称热尔大草原，是若尔盖草原的精华所在。它距县城45公里，是全国最平坦辽阔的湿地草原，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被誉为宝贵生物基因库和天然动植物园。若尔盖草原的生态系统极其丰富，这里是148种鸟类、39种兽类、15种鱼类、3种两栖类和3种爬行类的家园，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这里是它们最主要的繁殖栖息地。此外，白天鹅、藏鸳鸯、白鹤、梅花鹿和小熊猫等珍稀动物也在此栖息。在植物资源方面，若尔盖草原同样丰富多样，这里有大片的冷杉和云杉林，草原边缘地带还盛产林香、虫草、贝母、鹿茸和雪莲等名贵中药材。农作物以青稞为主，还有小麦、豆类和洋芋等。若尔盖草原不仅自然景观壮美，人文风情也十分独特。这里是藏族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地区，牧民们世代在此逐水草而居，与牦牛、绵羊和马匹一起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
黑帐篷和白帐篷点缀在草原上，构成了独特的草原风光。藏族人民华丽的服饰、热情奔放的锅庄舞和弦子舞，以及惊心动魄的赛马活动，都展现了这个草原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对于想要探索若尔盖草原的游客来说，最佳旅游季节是夏季和秋季。夏季草原上鲜花盛开，景色最为壮美；秋季则可以欣赏到金黄色的草原和迁徙的候鸟。由于海拔较高，即使在夏季，这里也十分凉爽，是避暑的理想之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海拔和独特的气候条件，游客在前往若尔盖草原时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建议携带防寒衣物和雨具，以应对可能的天气变化。同时，为了预防高原反应，建议到达后的第一个晚上不要洗澡，可以使用血氧片来缓解高原反应症状。总的来说，若尔盖草原以其壮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藏族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无论是为了欣赏美景、观察野生动物，还是体验藏族文化，若尔盖草原都是一个值得一游的目的地。8. 那拉提草原。那拉提旅游风景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一颗璀璨明珠。位于新源县境内的天山腹地，这片面积达148平方千米的景区，自1999年成立以来，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游客。景区内自南向北分为高山草原观光区、哈萨克民俗风情区和旅游生活区，集草原、沟谷、森林于一体。这里植被覆盖率高，野生动物资源丰富，被誉为天山绿岛、绿色家园和五彩草原。那拉提的名字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成吉思汗西征时，他的军队翻越天山时遇到了严寒。当他们越过一道山岭后，眼前豁然开朗，阳光普照，繁花似锦。士兵们惊呼那拉特，以为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后来音译为那拉提。景区内的主要景点各具特色，天界台让游客仿佛置身云端，游牧人家展现了哈萨克族的传统生活，塔乌萨尼以其美丽的山沟吸引游客，天仙台和沃尔塔焦塔观景台则提供了绝佳的观景点，雪莲谷则是观赏珍稀植物的好去处。那拉提草原是世界4大草原之一的亚高山草甸植物区，这里生长着茂盛的细茎鸢尾群系山地草甸，还有草苏、甲龙胆、苔草、冰草、羊毛、草莓和百里香等植物。吻荆这种属于歇叶蕨亚门木贼科的植物也在此生长，增添了草原的生物多样性。动物资源同样丰富多样，雪鸡、环颈雉、野鸡、水獭、狍鹭、猞猁、狐狸、矮鼬、白鹭、红隼等常见动物在此栖息。更令人兴奋的是，这里还有北山羊、雪豹、狼、金雕、毛角黄等珍稀动物，为生态观察和野生动物摄影提供了绝佳机会。那拉提的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平均海拔1800米，年降雨量约880毫米，夏季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这种气候条件造就了舒适宜人的旅游环境，特别适合避暑度假。除了自然景观，那拉提还以其丰富的文化活动闻名。每年举办的山花节是一大亮点，为期8天的活动包括越野车挑战赛、哈萨克民俗竞技赛、摩托车越野赛等刺激项目，还有空中草原盛会、哈萨克美食展、民俗篝火晚会等文化活动。此外，自行车拉力赛、亲子互动大赛、摄影展等活动也深受游客喜爱。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是阿肯阿伊特斯文化旅游节。这个为期3天的节日以阿肯对唱为主，同时展示哈萨克族的饮食文化、毡房文化、奶茶文化和马背文化。传统竞技如雕羊、姑娘追、摔跤、压家、
速度赛马等表演赛，以及手工艺品展览，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那拉提旅游风景区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其壮美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这里是自然与文化的完美结合，是体验新疆少数民族风情的理想之地。无论是徜徉在广阔的草原，还是参与热闹的文化活动，那拉提都能给游客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作为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那拉提正逐步成为新疆乃至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9. 锡林郭勒草原。锡林郭勒草原是中国4大草原之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中部锡林郭勒盟境内。这片广袤的草原面积达 17.96 万平方公里，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牧区。草原上的这种气候条件造就了草原独特的生态系统。草原上的植被类型繁多，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温性真草原。这里是欧亚大陆草原区亚洲东部草原亚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原生草原部分。草原上已发现有种子植物658种，苔藓植物73种，大型真菌46种，其中药用植物426种，优良牧草116种。这里的植被不仅为畜牧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游客呈现了一幅绚丽的自然画卷。锡林郭勒草原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栖息着33种哺乳动物和76种鸟类，其中包括国家1级保护动物如丹顶鹤、白鹳、大宝等，以及国家2级保护动物如大天鹅、草原雕、黄羊等。这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锡林郭勒草原成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除了自然风光，锡林郭勒草原还以其独特的蒙古族文化吸引着游客。这里保留了古朴的蒙古族风情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游客可以体验骑马、乘驼、射箭、坐乐乐车、牧羊等传统活动，也可以参与祭敖包，欣赏蒙古族歌舞和服饰表演。锡林郭勒草原提供了多种旅游项目，如环锡林浩特天然草原游、草原牧羊游、草原婚礼游等。此外，还有自行车拉力赛、摩托车和汽车越野赛、狩猎、滑冰、滑雪等特种旅游项目，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对于想要深入体验草原生活的游客，住在传统的蒙古包中是不可错过的经历。租用一个蒙古包的费用约为150元每天，让游客能够真实感受草原生活的魅力。交通方面，游客可以选择自驾、乘火车、长途汽车或飞机前往锡林郭勒草原。从北京出发的自驾路线经过八达岭高速、京张高速、张家口、张北，然后沿207国道到达。也可以乘坐直达锡林浩特的航班，飞行时间约50分钟。总的来说，锡林郭勒草原以其壮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体验草原文化的绝佳目的地。无论是欣赏广袤的草原景色，观察珍稀野生动物，还是体验蒙古族传统生活，锡林郭勒草原都能给游客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10. 甘南草原。甘南草原是一片壮美的高原牧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主要分布在马区、夏河、陆区3县。这片草原总面积达3758万余亩，是黄河首曲最大的生态湿地，也是众多珍稀动物的栖息地。甘南草原最著名的景观之一是马区草原，它位于甘南自治州西南部的马区县，黄河在这里形成9区中的第一大湾区。这里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牧场，不仅有广袤的草原，还有美丽的湖泊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其中，
面积达16.2万亩的噶海湖被藏族人民视为圣湖，如同一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草原上。桑科草原是另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景点，它位于夏河县城西南1公里处，四周群山环抱，中间是开阔平坦的高山草原。大夏河从南到北徐徐流过，使得这里水草丰茂，风景甜美。每到夏季，草场碧绿如毯，各色花卉争奇斗艳，是体验藏族游牧生活、回归自然的理想场所。甘南草原的美不仅在于其自然景观，更在于深厚的藏族文化底蕴。这里保留了浓郁的藏族风情和宗教色彩。游客可以参加插剑节、耍把子、赛马节等传统节庆活动，也可以在草原上和当地妇女一起跳国庄舞。阿万仓小镇以其康巴汉子的剽悍俊朗和类似美国西部的野性气息让人难忘。甘南草原的最佳旅行时间是6至8月，此时平均气温为10至20摄氏度，草原绿草如茵，野花遍布，色彩斑斓，最能欣赏到高原美景。此外，藏历新年期间的祈愿法会也是体验藏族文化的绝佳时机。在甘南草原旅游时，需要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例如转经是藏区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的一种日常宗教活动，应当顺时针进行。天葬则是藏族的一种传统丧葬方式，体现了藏族人对生死的独特理解。交通方面，自驾是探索甘南草原的理想方式。甘南整体路况不错，但景点间较为分散，沿途加油站较少。如果选择公共交通，可以先到达兰州，然后乘坐长途汽车前往合作市或直接到达夏河等地。住宿方面，旺季时标准间价格在100至200元之间，青年旅社或多人间则在30至50元之间。饮食方面，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蔬菜价格可能会偏高，但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藏族美食。总的来说，甘南草原以其壮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深厚的藏族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无论是欣赏广袤的草原景色，观察珍稀野生动物，还是体验独特的藏族文化，甘南草原都能给游客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这里不仅是一片美丽的自然景观，更是一个文化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人间仙境。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草原之旅就到这里了。你最喜欢哪一个草原呢？是乌兰布统的壮美，还是那拉提的五彩缤纷？也许你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草原之旅了吧？无论你选择哪里，记得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保护脆弱的草原生态。让我们一起努力，将这些美丽的草原完整地保留给子孙后代。你有什么难忘的草原旅行经历吗？欢迎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哦。愿你的下一次旅行能在辽阔的草原上找到内心的宁静与自由。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